好，那么咱们今天上课时间到了啊，欢迎各位来到咱们的直播间。那么今天呢，咱们画这个江寒汀的春夏秋冬四条屏之下第二章。那么第二章这个光线是不是有点暗呢？突然一下变那么暗了。第二章夏呢选的这个鸳鸯啊，因为明天情人节对不对？送给大家啊，送给天下有情人。送给天下有情人啊。咱们这个尺寸呢，原画的尺寸它是比较宽一些啊，老师画的这个呢比较拉长了啊。回头咱们把这个荷花与石头之间的这个距离啊，给它拉长一点，更好看一些啊。要相信老师，或者你要担心，你上面可以多留一点吧，对不对？上面可以多留一点，然后呢落个款从上面落下来，对不对？其实没有必要担心啊。你看，那么基本上啊，你看这个很长，对不对？上面可以留这么多，可以留一拃的一个距离啊，或者一拃半都可以。因为咱们指长度肯定是有富裕的啊，宽度呢是不大富裕啊，比较窄，所以画的时候重点啊是要宽度要控制好。就像上一条屏啊，牡丹那个牡丹呢，如果画大了，宽度上它就有一些不够用，对吧？主要问题是在这儿啊，长度上是放心啊，够用了。所以今天这个荷花不要画太大了，好吧？用100也行啊。那么你4条屏就统一啊。如果你想成套的话啊，4条屏呢，你这个长度啊、尺寸呢尽量统一啊，其他的你也用100。如果你只是说我练习，不要求它能够4条屏都成套，那随意啊。好，各位晚上好啊，边吃饭边听，哎呦挺好啊，当娱乐节目看也行啊。好了，那么咱们先从这个鸳鸯开始，好不好？这个鸳鸯基本上是在这个纸的长度的1/3以上啊，1/3以上的地方。那么咱们这个我基本上上面留了20公分吧，啊，20公分、25公分、30公分左右。然后从这儿开始啊，开始画前面那个鸳鸯啊。你要注意，你不要留的太少，因为什么？前面的鸳鸯它比较低，后面的鸳鸯它有一定高度，所以你不要起的不要太高啊，你起高了，你后面鸳鸯会更高，那么整个的这个长度又让这个长度太富裕了，对不对？已经是啊，所以呢稍微往下来一点没关系啊。那么江寒汀这个鸳鸯和我们上一次画的鸳鸯不大一样，对不对？上一次画的鸳鸯啊比较符合咱们普通鸳鸯的这个普通鸳鸯的这个样子，对吧？那么这个颜色啊，它是自己主观的啊，有一些改变。好，我们开始啊。那么首先呢，来一个墨碟儿，看老师换碟子了，看到没有啊？买了10个，买了10个啊。还是这个白碟子看起来调色啥的要准确一些嘛。哎呦，猫头鹰来了啊！好，说到这儿呢，老师再多一句嘴啊，再提一个事情，就是我看了作业啊，这2天要看作业，大家画的那个什么墨骨画啊，那个叶片都用的颜色太深了，太暗了啊！为什么用这么重的颜色呢？要么都纯的花青墨的颜色啊，可以偏绿一点嘛。如果不会调，如果你用花青调这个藤黄啊，你调不出这个绿色来，你可以用太青蓝调藤黄，好不好？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啊。颜色呢稍微的鲜亮一点呢，特别画墨骨它好看一些嘛。你画的那么暗沉啊，有的同学那个纸还比较深啊，底色比较重，那么画出来它就更暗啊。
我不说了吗？如果纸的底色比较深的话，适合画什么？适合画重彩啊，适合画重彩。你看《千里江山图》啊，那个底子，对不对啊？你要那个底子，你要再画一个暗沉沉的，那除非用纯水墨啊，像这个宋代的山水画，对吧？什么西山行旅啊，像那样的，你可以纯的用这个墨色画啊。好了，那么继续啊，我们开始画画了。首先呢，这个鸳鸯一个动态你要把握住啊，把握住，低着头往底下瞅啊，瞅那个蜻蜓呢，正在看那只蜻蜓，所以这个动态啊，一定要把它把握住。那么首先调这个墨，从嘴巴开始啊，墨色呢干一些，毛笔啊干一点啊，不要太湿了。这个线条的质量很重要啊，大致你看看右边要留出一部分啊，落款大概留了1/3啊，1/3的一个位置啊，落款，所以啊，你也不要画太大了啊，很容易画大，明白吧？那么从这儿开始啊，从这个地方开始，我们画这个嘴巴。开始墨色干一点，没事啊，不要干一点，大小适中啊，大小适中。这个时候我觉得需要来根颜料管，那大家比较相信这个东西，对吧？今天画的肯定能画的很漂亮啊，今天画荷花，但它这个荷花不好画啊，它这个荷叶不好画。哎呀，江汉厅的这个东西吧，它就小鸟好看，好画一点。他画的其他的一些的这个花卉啊，它都是一种墨骨的方式，明白吧？包括牡丹呐，包括这个今天的这个荷花荷叶，全都是一种墨骨的手法画的，所以画起来会比较耗时，比较麻烦。它这个东西其实，那你要没耐心的话，很容易画不好啊，很容易画不好。有时候一着急就不一定能画好。从嘴巴、眼睛，眼睛要低着头，对吧？所以眼睛要往上挑一点啊，低着头的感觉给它画出来，好不好？要有低头的这个感觉啊。很多同学画的这个画不低头，就怎么样？眼睛如果画横着了就不行，看他眼睛。整个这个角度你要注意啊，这个倾斜角度首先要注意。那么它的一个位置在中线，嘴巴中线上方。那么他画眼睛基本上是2笔，基本上是2笔，看到没有？2笔，对吧？然后眼珠轻轻一点，鼻孔的位置画出来，是吧？整个这个表情已经出来了啊，这个表情已经有了，看到没有？是不是已经有表情了啊？有这个赋予了它的一种生动的这种生命力已经有了，是不是啊？所以画画啊，这个眼睛、嘴巴一开始啊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好，接着呢换一支稍微长锋一点的这个毛笔啊，老师用的这个锋啊稍微长一点点的，这个我们画头上的这个羽毛啊，这个呢用到了啊，我是用到了一个太青蓝调藤黄啊，调出一种这种绿色啊，它这个绿和这个荷叶的绿基本上是一个颜色，所以呢可以用太青蓝调这个藤黄，好不好？太青蓝调藤黄啊，嘴离中心线多少？
嘴巴离中心线多少？离纸的中心线吗？你给我看一下吧。我跟你说了，这个你不用看离中心线，你看离左边啊，离右边，大概纸的1/3，在纸的1/3处，看到没有？嘴巴，明白吧？你要看那个中心线呢，那怎么比啊？有些东西老师能够辅助你啊，有些东西就需要靠自己了。就比如说这种位置，你就只能是靠自己去把握、去安排啊。因为我发现大家有很多什么问题啊？整个一张画画下来，你会面临无数的这个问题，对不对？所以你千万不要纠结于某一个点啊！你这个点你可能纠结半天，哎，我给你弄好了，啪，下一个点又画坏了，时间也浪费了啊！没有必要太纠结，位置大差不差就可以了，好不好？啊，所以没必要，真没必要纠结啊！因为你可能位置找准了，但是你画的大小、长度、形状可能出现差错了。一样的，对不对啊？所以位置大差不差，大胆下手就可以啊。那么调一个钛青蓝的颜色，钛青蓝加这个藤黄，来调出一种绿色来啊，一种绿色偏蓝一点的绿色，好不好？如果说头上这一块颜色比较重，那么我们可以再挤一点花青嘛。对啊，案例都提前发给大家了，对吧？所以啊，有新来的同学呢，进到咱们的群里边啊，那么案例图呢都提前发给大家了，你可以提前啊，要么可以起一个形，对吧？要么呢，先预习看一看，熟悉，先读画，所以读画很重要啊，读画很重要。好。那么放太大呀，我又害怕大家呢拿不准，放旁边啊。你看这已经放的很大了啊，别再说看不见了，大家看不见我也没招了。毛笔一开始干一些啊，干一点，调钛青蓝，调藤黄，调出一个绿，然后在里边再加一点点的花青啊，因为头上这一块颜色比较深一些啊，颜色比较深一些。那么用笔注意啊，首先我们以整体的感觉为主啊。你如果是拿个小细毛笔啊，一点一点的皴擦行不行？也可以啊，但是我认为啊，它就缺了一点写意性的这个味道啊。你看，首先一笔上去，手稳一点。那么这一笔呢，首先把这个头的，它这个头冠啊，头冠的这个长度确定下来，对吧？方向、长度确定下来，然后边缘稍微的散锋的撕一下毛嘛，不就这意思吗？对不对？不就这个意思吗？好，那么往眼睛下方这里啊，轻轻的点啊，轻轻的点一下嘛。底下呢可以加一点这个花青，稍微重一点，或者干了之后再稍微皴擦一下，是不是很简单呢？很简单吧？有什么难度？没有难度啊。是不是？好了，那么头部、面部这一块啊，眼睛旁边是白色，在旁边是淡淡的这个绿色。钛青蓝调藤黄，那么这一会儿啊，这个色相呢就偏绿一点，这个色相呢它是偏蓝一些啊，然后旁边这个色相呢，我们让它偏绿一点，底下包括身体部分，让它整体偏绿一些了。太容易走形，那肯定的呀。画画不就是一个是色彩，一个是造型，两个，对不对？最重要的两个因素啊，它的难度就主要就这两点，对不对？总有一点的比较难一些嘛。好，批笔啊，这会儿你可以批笔丝毛啊，可以批笔丝毛，可以选择小一点的毛笔啊，老师这毛笔啊稍微大了一些。
可以从这头往这头撕啊，也可以从里边往外面撕都可以。越大，我换一只小一点的，换根小一点的啊。像这样的，比如说丝毛的话，一开始不要撕太密集，以形为主。一开始你可以以形为主，明白吧？什么意思？如果你顺着这样撕，你没有一定的这种造型能力啊，或者是把这种形体的控制能力的话，很容易位置很容易这个跑偏啊。所以一开始我说的是以形为主，那么你要注意。比如说，如果你是按老师这样啊，顺着这个一步一步往前撕的话，我把灯光调一下，这个影子有点挡了，是吧？哎，你可以轻轻的通过这个颜色啊，首先看看，轻轻的把形体给它概括一下啊。形体概括一下，对不对？哎，就以形为主啊，一开始撕的稀疏一些，帮助你找出它的一个轮廓来啊，找出一个轮廓来。再调一下。哎，找出一个轮廓来。那么背部，看看背部啊，稍微往后弯，对不对？背部是一个什么形状？一个扇形吧。整个背部或者称之为脖子部分，它其实是一个扇形，对不对？整个腹部呢又往上啊，腹部又往上。然后这个是后背啊，这是后背。那么这一块是以丝毛，那一块呢是整个的后背啊，它的一个动态。首先给它确定出来，好不好？首先我们给它整个的这个形状确定出来，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卵形的结构，它整个的一个卵形是这样的一个椭圆啊，这样的一个椭圆身体部分，你看。其实这个底下可以用赭石啊，用赭石，那我轻一点啊，轻一点。整个呢，它又其实就是一个这种椭圆啊，椭圆，一个椭圆形，对吧？然后这一块腹部啊，这个脖子部分用赭石色，用赭石色。那么你有了这种大的一个卵形的一个概念呢，整个的身体把它看成一个椭圆形，这样就会好很多，就会整体一些。好吧，好了，那么这块好了之后，我们丝毛啊，丝毛呢，其实水头大一点没有关系啊，很多同学丝毛的话就一般都是比较干，但是其实水头大一点，它更润泽一些。对吧？它会更润泽一点啊。批笔，压下去，把毛笔压下去啊，类似于染色了，其实就是这样的。那么整体这样画出来，块面的这种要比线性的要视觉上你看得更清楚一些，对吧？它的形状会更大一些，完整一些。所以为什么老师经常是用几何形的这种方式来概括啊？用一个完整的这种一个形状啊，用一个大片的面积的形状来概括它的一个部分。
啊，这样大家看的时候，你看到了是整个的这一大片，你比你完全勾线的这种方式啊，要看的要完整，明白吧？要准确多了，准确率要高一些。比如说这块啊，目前我感觉上面就能看出来，明显就低了嘛，低了往上继续加啊，往上继续加，对吧？你从外轮廓开始往里边画也可以。包括你会感觉到可能这个头冠的地方啊，头冠的地方如果感觉短了，也可以再加啊，也可以再加，对吧？好了，那么整个背部呢这一块感觉还不错了啊，感觉不错了。再往后面去啊，再往身体啊，后背那一块啊，继续加啊，继续去，往后面再靠一靠，对不对？当然了，这块的这个什么小扇子啊，小翅膀这块啊，你得先给它勾一下啊，先勾一下，明白不？我们把小翅膀这块啊先勾一下。现在整个的形啊，咱们不是概括出来了吗？对不对？然后它的一个后背的，再把整个的身体又一分为二，分为腹部与后背啊，腹部与后背。那么我们现在再来勾一下后背的这个小扇子啊，小扇子的位置大小确定出来之后呢，我们再来上颜色，就很快啊，其实啊，尺寸是这个尺寸啊，尺寸就是这个尺寸，这个写长一点、短一点没有关系啊。没关系，没关系，你就按照这个尺寸画就行了啊。如果你觉得这个尺寸不对，你可以稍微短一点，好吧？可以裁剪一下。我上课之前已经说过这个问题了啊，已经说过这个问题了。这还能骗你们吗？没事啊，写意画嘛，这个其实啊，真没有必要，大家老是特别纠结，一个是指的尺寸大小，对吧？一个是各种的位置关系啊，大差不差，你就可以画啊，边画边调整啊，因为你这个写意画，特别是写意画，每一步都会遇到问题啊，每一步都会遇到问题，你每一步基本，特别对于大家来说，每一步基本上都会出错，而且出错的风险，这个出错率很高，所以你根本不需要纠结啊。这也是为什么说写意画它的一个成功率比较低的一个原因嘛。比如说咱们啊，一些大画家啊，他画写意，他这个成功率他也不一定见得多高。所以咱们真正面临的问题，并不是说尺寸的大小啊，以及这个具体的每一个地方的一个具体的位置是不是和原画一模一样，也不是这个问题。你想想，人家在画这一张画的时候，人家也没想那么多，都是画哪儿算哪儿，随机应变啊，边画边调整，明白吧？别纠结，别纠结。颜色就是太青蓝呢，调了一个藤黄啊，太青蓝调了藤黄。因为什么？花青调藤黄，很多同学一调颜色，好多同学都不用藤黄，主要是啊，发现了，你画出来那个颜色特别深，所以呢，今天呢要求大家用这个太青蓝，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纠结，好不好？咱们画不好一张画的原因，绝对不是因为它的尺寸和大小跟这原画不一样，对不对？咱们出的问题肯定是出在别的地方。好，底下的后背的颜色要重一些，要重一些啊。
你也可以仍然是这个颜色，然后把这个背部这一块单独加重，对不对？都可以。所以有这个方法有很多种啊，比如说，如果我一笔下来啊，蘸一次颜色，从上画了底下，要画出它的深浅变化，那么我们一开始的颜色稍微重一些，就是太青蓝调完藤黄之后，笔尖呢再调一点这个花青，是不是？如果你想分2次来画，那你直接就是太青蓝调藤黄嘛。背部丝毛丝不好，对吧？好，看着啊，看着啊，看着好不好？好，看好了，毛笔就压下去啊，水分，我的这个水头大小还是比较大的啊，但是也不是特别大，一定要控制好。你也不要特别干，特别干画出来就类似于这个皴的这种感觉了，是不是？所以啊，我们稍微有一点水分没关系，披笔丝毛嘛。什么是披笔呢？就把毛笔压扁，说白了，它每一笔基本上是呈现的这种状态。每一笔是呈现的这种状态，呈现出一种小雨片的这种感觉，明白吧？所以这个称之为披笔丝毛，并且同样要注意方向大小啊，层与层之间要错落啊，错落。是不是？不需要你画的一根一根的，像之前画墨古画那种啊，不用啊。层与层之间啊有一定的这种间隙，对吧？有一些空白。好，往底下颜色怎么样？越来越浅了啊，越来越浅，笔尖直接蓄一点水就可以了。其实，好，上面这块啊太整齐了啊，稍微的用笔尖啊侧面融合一下，或者待会儿再弄啊，待会儿再处理它也可以。所以画的时候遇到问题啊，我们就解决一个问题；遇到问题啊，解决一个问题。好，我用笔尖蓄了一点水，然后稍微调了一下啊，我没有加颜色，我是想让它变浅一些。你看，目前呢这边呢就会淡一些了。好，我们继续按照这个笔触可以稍微大一点啊，笔触大一点，笔触大一些，顺着下来。好，尾部这一块，哎，就是这样，到这儿，到这个刚才这个同学说的相思雨这一片就可以了。尾部这一块啊，这一块你可以继续顺着画，也可以像这样点啊。它尾部，比如像小鸭子啊，小鸭子，或是还有是雁啊，还有雁。那么通常就横向啊这样点，这块这么点2下，到尾巴这块呢又继续披笔丝毛，明白吧？稍微变化了一下，稍微有一点点变化。你看看整个又自然啊，又非常自然啊，毛茸茸的这种感觉就有了啊。比如感觉头这一步没有低下去，我们把这个脑袋旁边的这一块啊，再用颜色，就这一块啊，强调一下这一块，对吧？明白这个意思吧？你看这个用笔啊，是不是类似于墨古啊？所以说他们都是墨古高手啊，都是墨古高手啊。我看后背够不够高？好像不够高，是不是平了一些？那么这个后边啊，继续可以加一加。
包括里边啊，包括这边也可以回头再加，用一个比较淡一点的颜色啊再加。好，那么下面我们赶紧把这个腹部画好啊。这边翅膀呢，等它稍微干一干啊，等着这块尾羽干一干，我们再来画。现在我们把这个脖子部分给它画一下，好吧？腹部啊，我用的其实就是一个白云笔嘛，你看大白云，没有什么特别的啊。就是个白云笔，我用的这个工具啊，真的是很普通的工具啊，都是没有什么特别的高科技，基本上都是大家有过的啊，这都是之前咱们村里的这个工具啊。那会儿是被迫和大家用一样的嘛，自己的不能用。对呀，啊，就是之前的农耕笔装啊，大白云，没有高科技，没有狠活啊。好，有同学给我提意见，让我等一等大家啊，我等一等吧，等一等大家啊，能跟的跟一跟啊，跟不上的就看一看，眼睛先学一遍，回头脑子跟一遍，哎，最后手再画一遍，成了，好了吧？我继续了啊。想截图的自己就截啊。好，底下就是赭石了，赭石了，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啊，就是赭石。大概多大尺寸？问题都不大好回答。2根颜料管的长度，你看看。下回我带一把尺子啊，买一把小短尺，2根颜料管的长度啊，大概。我都跟你说了啊，这个纸呢，咱们是4尺对裁的一个调平，那么右边留出1/3空白的地方就可以了啊。左边呢，从1/3右边1/3处一直画到左边，画到这个纸的边缘。你看它尾巴是不是在纸的边缘，对不对？到时候你画多大那就是多大了，反正从这儿开始画。至于画多大，那不好说了，对不对？那就看自己啊。用颜料管笔，我其实有尺子，这有尺子。我平时裁纸啊，干啥量尺寸呢，都会用到。你看看这个小鸟大概要画大概要画22厘米长啊。我给大家说一下，大概22或者是21厘米啊，比较合适一些。好，来，赭石。赭石啊，然后呢，继续用一个这个这白云笔这个小白云就一只啊，大白云这还是一个。用了白色，没有用白色啊！我的妈呀，没有用白色，用了白色我会告诉大家的嘛。所以说跟画是不是不好跟？跟画这个事儿是很难的一件事啊。调赭石啊，这个腹部调赭石，那么腹部的这块颜料可以稍微干一点，稍微干一点，没事。怎么出现白点了？哎呦，我留了层次啊！我画的时候有没有说
层与层之间要有一定的间隙啊。看看，所以大家听课呀，一定要把关键信息听到啊，要听到一些关键的信息，对吧？别老纠结大小，这一节课尽在关注这个，要么纸的大小，要么画的大小了。你就画的跟他一模一样，又能怎么样呢？对不对？披笔丝毛啊，方向朝上，这个可以干一点啊，因为这边比较湿，那么这边呢我们稍微干一些啊。如果两头都湿的话，到时候啊，这个就阴成一大片了。稍微放大一点，好吧？啊，看一看啊，看一看用笔。画来画去还是山水画简单。哎呦，要想画好，哪一个都不简单啊！只是说看你想画的案例是啥样的。你比如说想画鸟，你想画简单的案例也行吗？对不对？不学最简单的，对不对？其实应该稍微等它干一些啊，等它干一些。往上啊，这个角度注意。和嘴巴是一个方向，一个倾斜的一个角度啊，一个倾斜的一个角度。我这个已经好像因为坐着画很容易画跑偏啊，我这个头其实没有完全低下去，他的头低的更厉害一些啊，我这个已经是有点抬起来了，所以大家画的时候啊要注意啊，要注意，唇者实，唇者实。慢一点嘛，好不好？往下面了之后，颜色可以稍微淡一点啊，浅一点点，加一丢丢水，因为一开始没有加太多水啊，因为害怕它上下一见面啊，它就阴的太厉害，是吧？好，边缘稍微建一点这种小毛毛啊，建一点小毛毛就可以了。那么上面同样是一样的啊，边缘的地方，你看没有干的话，它就会阴啊，可以等它干了之后再来处理这些地方。中间鼓出来一点，那么我们把中间的地方稍微再加一加，中间再加一加。那么整个啊，它就有了由深到浅、由浓到淡的一个过程啊，由密到疏啊。这边比较短促啊，比较短促的小绒毛啊，比较短，采用这种点的方式啊，可以稍微再来一遍，再重一点。边上也是采用这种点的方式，对吧？好了，过了这一段之后，往这边老师采用的是什么？丝毛的一个方式了，换用笔方法，换套路了，对不对？啊，对，是的，我就不应该放这么大啊，不应该画那么慢啊，让其他同学去买课，对不对？是吧？稍微缩小一点吧，想想也是啊。
好，可以了，可以了啊，可以了。我们继续啊，肚子部分呢就是这个绿啊，调这个10啊，这个对，就是身上这个绿。你在这个碟子里边，刚才调绿的这个碟子里边啊，搅和一点赭石就完了啊，搅和一点。然后呢，这一块到这个小扇子这一块啊，流出来。其他地方用这个颜色披比丝毛嘛。好，到了这一块啊，到里边了，那么这个更偏的蓝一点呢，更偏蓝一些，颜色和外边又有一点点区别，对不对？那么这一块的用笔呢，注意啊，这块用笔不用披比丝毛了，好不好？不用披比丝毛了，毛笔呢有点。横向的啊，点一点。好，笔尖再蘸点水呀，清水啊，就刚才的这个颜色里边啊，蘸点清水。笔尖为什么蘸清水干嘛呢？让它润泽一点。看看清水点在这些里边啊，留有空白的地方嘛，它不就润一些了吗？或者再扫一扫啊，往下来一来，看到没有？是不是啊？简单吧？是不是？好，我们把这个尾巴啊，尾巴给它画一画。那么尾巴就是用的花青啊，花青。就是这个蓝色啊，蓝色里边又加花青，颜色比较重的一个颜色。我的花青呢？是不是刚才给大家比划哪去了？就缺个小助理，去哪了？主要是不自信，自信点嘛。为什么不自信？来云老师教你画画，你还不自信吗？好，调花青啊，颜色重一点，看清楚，看清楚啊！我要画这个小翅膀了，好不好？啊，画小翅膀了啊！这一块可能会画的比较快，因为这块用笔不能过慢啊，笔干一点，稍微干一些啊。画不好的同学，你就稍微干一点就完了啊，稍微干一点。一开始呢，就把水控制好，控制住，先控水啊，控制好了水，再才有可能控制好笔墨，是吧？两笔基本上好，底下呢这就是一层与一层之间啊，稍微留一点距离，然后一拉一提一点啊，是吧？就可以了。好，尾巴，尾巴有点卷呢，像这个小鸭子落水之后的这种感觉啊。啊，用笔说看，故意搓一下，
看到没有？很自然。好，侧面尾巴，侧面的翅膀，注意啊，注意看，先看，斜着这样点，那么颜色也自然而然呢，肯定是要浅一点嘛。斜着方向啊，这么个方向，看到没有？哎，别点错了啊，这么个方向。是吧？你看这个尾巴还有一点卷的这种感觉，看到没有？有落水的感觉啊。然后笔尖蹭一点墨，蹭一点墨，复勾一下，就类似于咱们之前画墨骨。画墨骨的时候，咱们说这个翅膀的时候，老师说了啊，是吧？一半重一半浅，对吧？哎，那其实直接就主要是画在外圈啊，外圈，快速的哎勾一勾。尾巴呢，同样如此啊，尾巴勾羽轴，哎，一气呵成啊，一点都不带打疼的，对吧？不带磕巴的啊。所以你看发现没有啊？要跟我接触时间长了，发现我手比嘴巴好使，对不对？哎，手比嘴巴好用，嘴巴不太管用。好，那么这个其实就不要过多的修改啊，不要过多的修改，画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如果形状画的有一点不跑偏啊，有一点跑偏没关系，不要动，看的是这些用笔啊，你不对照原图，你看不出什么问题，明白吧？懂不懂？自信一点，所以一定要自信，画画一定要自信，每一笔都得很自信啊，不自信就容易翻车啊。不要有丝毫的怀疑，你就告诉自己啊，来云老师是最棒的，那我也是最棒的啊，知道吧？好了，那么这个你看基本上就快完成了，对不对？很简单，很简单，所以画它的东西太简单了。我要不给你们讲，画快一点，我这张半小时40分钟就能画好。好，那么把上面那个小扇子叫什么相思雨是吧？这小名取的啊，相思风雨中啊，来。那么这个小扇子呢，和它上面那个小扇子位置差不多啊，比它靠后一点，对吧？哎，近大远小有个透视嘛。同时呢，也注意啊，也不要露的太多，藏起来一点，让它身体部分呢给它遮挡住了。你是觉得自己很会画，快了，那就是快，真的快会画了啊！你如果真的是有这种感觉啊，每次看完觉得自己很会画了，那就说明真的快了，明白吧？你要是看完觉得自己哎呀，啥也没看明白，还不会，还感觉不会，那是真不会。不要怀疑啊，千万不要怀疑自己。好，我们再来把这个肚子部分用这个淡墨的淡墨的这个笔啊，好了，那么尾巴这一块啊，尾巴这一块呢就是散锋啊，教大家一个小方法。那么用笔的时候啊，看侧锋来回切，像打个叉一样，看来回切，是吧？画的比较自然，是不是很快就画好了啊？是不是啊？
然后把这一块这个花纹呢给它画一画，墨干一点啊，稍微重一点，干一点，浓一点的墨了这一块。它就是横向的啊，这块很奇怪。你去看动物园，我去动物园看鸳鸯啊，长得就是这个样。包括这一块啊，用一点淡墨，记住用淡墨，要趁它没干的时候，它其实就是这种小波浪式的这种干一点啊，毛笔干一点，因为这个底下很湿，所以呢你毛笔就干一点。如果底下比较干，你毛笔呢可以稍微湿一些。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纹路啊，所以大家就直接这么点就可以啊，千万不要怀疑啊，不要怀疑老师画错了，或者是张汉卿画错了，它就是这样的，明白吧？我虽然没有离得特别近的看了，但是我也能看得比较清楚啊，就是这种横向的密密麻麻的这种。放松一点，大胆一点，自然一点啊，虚虚实实的，是吧？虚虚实实啊，虚虚实实的啊。那么继续吧，把这个画完吧，就干脆就画完得了啊。嘴巴和小扇子呢是基本上是一个颜色啊，朱标色。哟，都快1小时了，画的太慢了啊，画快点吧。画太慢，回头都学会了，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啊，没人买课了。是不是这个道理？好，这个用的鹅黄是吧？鹅黄啊，或者朱标啊都可以。如果是用的鹅黄，上面呢加一点赭石啊，不要太亮啊。好，从这开始。你看老师染色呢是很讲究的啊，很讲究这个结构。你记住啊，一切的这个用笔设色都是围着结构来，记住这一点很重要。你记住了这个，你说你以后自己啊不照着画，自己画，你其实就是有了一个指引，有了一个方向了嘛。不然很多同学自己画呢，他是没有方向性的啊，他是一种迷糊的一种状态啊，完全是迷茫的。好，办个培训机构，我没这个才能啊，这个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啊，我没有这个才能。你们可以办一个啊，你们办一个，我去给你们打工也可以。啊，把头上呢这块啊稍微再加重一点嘛。现在呢，
提一提这个花青是吧？哎，或者提一提这个绿色。该加重的地方，这个时候你比如想披笔丝毛的地方啊，稍微再撕一撕。你想画多细，这会儿都能画多细。想把它改成工笔，我也能给你改成工笔。我真不行。好，那么这一块啊，该加重的地方啊，稍微再加重一点嘛。马上就会达到啊和原画这种接近的这种感觉了。注意这个层次与层次之间，哎，保持一定的距离啊，层与层之间。比如刚才说这块可能有点什么，有点低了啊，低了你就给它加高点。放松一点啊，不要撕得太紧啊。很多同学撕毛就撕得特别密，放松一点嘛，这毕竟是个写意画啊，撕那么密干嘛呢？跟工笔似的，对吧？没必要啊。你看，先这个空档大一点，逐渐的再来增加它。所有的话都一个套路，没意思了啊。我都画那么紧密，那还有什么意思？就不生动了。比如说这一块啊，可以稍微的加重一点花青，甚至花青里边加一点淡淡的墨色进去也可以啊，要么加墨，要么加一点淡淡的赭石都可以。然后呢，不要调得太重啊，因为第二遍你不用过重。它只需要让它有变化就可以了，然后要画出一种这种雨片上下遮盖的这种感觉。那么遮盖了它是有一些分叉的嘛，对不对？所以这些地方可以自己，你按照你自己的理解，把这地方稍微给它分叉，分好叉之后呢，稍微再重一点，披笔，看到没有？披笔点呢，呈现这种点的感觉啊。就像之前画那个教大家画那个老鹰啊，是不是越往后面呢越湿一点呢，笔触越湿一点，越放一些啊，越放开一点，毛笔摁下去，毛笔摁下去啊，比较放松的一种状态才行啊，千万别画拘谨了。是吧？很随意的一种感觉嘛。那么照样就能显出一种很精致的这种感觉啊，就比较精致了，看到没有？就很精致了，这样就可以了。作为写意画啊，不要太精致过头了，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啊。既有一些写意性啊，又有一些这种技术啊，技术层面的这个难度，对吧？
啊，喝点水，谢谢啊。把我的笔放下，这样呢，它就显得厚重一些，不会显得单薄啊。如果仅仅是一层，一开始那一层啊，它就会略显单薄，明白吧？这是有时候我们为什么需要画2遍啊？其实1遍够不够啊？也够，但是它显得薄了。好了，不能再画了，画慢了一点啊。今天回头后面那一只我就画快一点啊。不过到荷花就很快了。不过它这个荷叶呀，如果按照它那个来画啊，那也很慢。它这个荷叶我看着我头皮发麻，不好画。不好画哟。好，我们把这个把这个腿啊给它点一点啊，腿呢就用这个赭石，或者赭石太红了，你这赭石用刚才小扇子的这个颜色啊，赭石加一点小扇子的颜色，那就不会那么红。干一点啊，也是不要太湿了。这个要有力量一点啊，这个呢要有一些古法用笔在里边，有一些古法用笔在里边啊。第一个腿，先画前面这个腿啊，第一个腿在哪儿？正对着小扇子这一块啊，这个小肚子最凹下来的这个地方啊，古法用笔。那么首先你要了解啊，你没有吃过鸳鸯爪子，你肯定吃过鸭爪子嘛。毛笔顿下去，哎呦，我这个太湿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干一些啊，一定要干一些。湿了之后呢，它就不会那么显得有力量啊，爪子要瘦嘛，对不对？哎，爪子要瘦一些，瘦一些好看，有骨感一点好看。干不干都可以画第2遍了，也不一定完全等它干，有些地方就是可以趁湿画嘛。像这样的地方都可以趁湿画啊，都可以趁湿画，只是我画的时候它已经干了啊，所以根据你自己的这个画画的一个速度，如果你画完第1遍画完，还没干就想画第2遍，可以。如果第1遍画完已经干了，那只能干的话，那你不能说我再去给它喷湿了再去画，那就没必要了，对不对？好，是不是像写书法的感觉啊？像写书法的感觉啊？先把这几个指头先给它画出来啊，指头先会给它画出来。为什么会这么湿呢？哪出问题了？再来画这个爪子啊，这个像鸭蹼一样的那个呢，先不画啊。后面一个爪子，你注意它的一个高度，好吧？高度基本上要比这个爪子高度稍微高一点点啊，稍微高一点点，因为它毕竟是在后面啊，毕竟是在后面，中间的距离不要隔太远，2节啊，对吧？是不是有2节？哎，2节。后腿这个比较短，一大一小啊，一大一小。
看一大一小，看到没有？哎，一大一小。等它干了之后，现在不要去画里边的那个什么啊，现在不要去画。等干了之后我们再来画。你可以先把这个什么给画一下啊，把里边的这个先不要染，但是我们先可以勾一下嘛，啊，先可以勾一下啊。小网子先勾一勾啊。小网子先给它勾一下，回头再染色啊。现在不要染，现在染呢，回头指头都看不到了，都印一块去了。不要勾得太清楚啊，不用勾得太清晰，明白吧？很多同学勾这种东西就勾的要似是而非啊，若隐若现的一个感觉就可以了啊。勾那么清楚干嘛呢？对不对啊？整点墨笔尖，一点浓墨，小指甲，然后指甲要长在上面啊。我经常有看到有同学啊，不光是同学啊，有些老师在教别人画的时候也是小指甲从中间这么出来。那你想想，我们自己的指甲是不是盖在上面的？指甲盖不得盖上面吗？对不对？所以有的东西你自己想一想，这个这个道理就清楚了嘛。哎，指甲盖不盖上面，你从中间长出来吗？好了啊，那么这个鸳鸯呢，这差不多。哎呦，这还缺一个指甲盖，是吧？哎，它是盖在上面的嘛。想再赋予一点变化呢，可以稍微再点一点。中间的地方重一点，上面窄一点。这不精致起来了吗？对不对啊？对吧？整个又精致了啊，精致了。那现在这个颜色感觉干的差不多了啊，淡淡的颜色啊，染一点，很淡很淡的这个颜色啊，就还是这个爪子的颜色。薄而通透。想不想吃？那骨骼的地方啊，比如像这样的啊，刚才因为一开始画阴了，对吧？有的地方其实可以强调一下，稍微强调一下
把它这个力量感给它补回来一点啊，不要太阴啊，稍微站一站。你看看这小鸳鸯啊，这小姿态、小表情，惟妙惟肖了啊。眼珠子呢，其实也是它的一个绿色，就是一个绿色。羽毛的一个颜色就可以了，稍微比羽毛颜色稍微重一点，对吧？鼻孔这一块染一染。好了，那么这个小鸳鸯就到这儿了啊，不再弄它了。这块补一点颜色。好，我们再来画上面这一只啊，画上面这一只。画上面这只啊，上面这只呢就简单一些啊，这个鸳鸯啊，这个鸳鸯。注意它的一个高度，你不要画太高了啊，可以低一点，你千万别画高了。高度大概啊，大概呢有这个背部这么高吧，背部这一块这么高的一个位置啊，比这个要高差不多啊，差不多这么高的一个位置就可以了，就可以画这个嘴巴了啊，在小扇子的这个正对着这个地方啊，嘴角呢从这儿开始啊，从这儿开始。毛笔也是可以干一些，一开始啊，拿不准呢就干一点啊。注意比较一下两个嘴巴的一个大小，要差不多。有一点不大高兴的样子啊。我看弹幕了，怎么了？我看你们在聊这个电话啊，我也没接到过这样的电话，没啥共同话题，是吧？我短信倒是接到很多啊，关于这个退费的，这明显就是骗子嘛，对不对？哎，小眼神啊，看看这样的一个感觉啊，比较的不大高兴啊，估计是没收到花，带他来看荷花还不愿意。那么这个颜色啊稍微深一些啊，要比这个熊鸳鸯啊要深一些，你知道为啥不？因为没那么好看，一脸不爽。
那这个感叹命运的不公啊！凭什么一个雌的要比一个雄的长得丑？我也想不通这个问题。好，干一点毛笔啊，就是这个绿色比这个绿色重一点，这里边加了一点点墨进去。看准了就画了啊，看准了就画了，画成啥样了，只能就啥样了，就别纠结了啊。是吧？一笔上去就可以了，没必要来来回回整的太多。好，这个尾巴附近啊，淡墨呢加一加，就生怕它不够丑啊，还给它弄脏点。还是调一点花青吧，调一个花青墨的颜色吧，不要纯用墨了。我的脸上啊，用一个花青墨的一个感觉啊。一笔挨着一笔，从嘴角这边过来啊，也是一笔挨着一笔啊。脸没洗干净的，一脸不爽啊！对吧？虚染啊，虚染一下。好，很简单啊，这个很简单，很简单了。那么下面呢，我们就用这个赭石，你看它丝毛都不给它好好撕啊，都横着画圈。哎，还用这个画爪子的这个颜色，哎，就是前面画爪子的这个颜色啊，里面稍微加赭石，稍微多一点点。来，换一种画法了，看一看啊，又换一种画法了。调出这么个类似于赭石，比赭石呢没有赭石那么红啊，你看看赭石呢比较红，对吧？那么这个颜色呢没有那么红啊。呀，菊妹这个好哈，没有拍课的同学赶紧拍课啊，送给自己一个情人节礼物啊，最好给对象再送一个啊，自己买一个，给对象再买一个。好，看看啊，这采用的是这种点法，看到没有？好主意吧？
赶紧买啊！再不买，老师你看2天老师都被逼成啥样了，都不干了。来，那么看一看这一块的用笔是围绕着这个，它有一个转折，啊，它是画这种小圈啊、半圈啊，所以高手他怎么画他都能成画，对吧？这个技法层出不穷。就这么横向的啊，这么来画就可以了。往边上了之后啊，颜色淡一点啊。往边上了啊，淡一点。水头大一些啊，湿润一点，不要太干了。所以你要控制好，这样一笔一笔的画很容易画走形啊。如果你害怕画走形，先起个形啊，起个大概的形。如果有这个能力啊，你就一笔一笔的摆出来，是吧？这一笔一笔的这么摆出来，正好到这个小扇子这一块结束。我用湿润的这个颜色呢，整体啊盖一遍啊，走一遍。好，背部那一点点，背部那一点点的小翅膀，就是这个花青啊，花青。良田是一节，他不是啊，他是为了试探一下大家对他是否是真爱，没想到一试了之后，心凉了。不够强大，回头说说他去。好，嘴巴呢，我们还用这个画这个它的嘴巴的这个颜色啊，从尖上呢往这边啊染一染。是真不高兴啊！凭什么？凭什么让我这么丑啊？凭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然后衬湿加一点这个稍微重一点点的墨色啊，那么把这个深浅呢给它画出来。好，
哎，这个简单，你看到没有？没有过多的这种笔墨，不是特别的纠结。如果想啊，一会儿想让染色的效果好呢，你可以把这个淡淡的颜色再加水啊，再往下过渡一点点啊，回头呢用白色一接，那么这个染出来它就更自然一些。那么这块重的地方，你还可以选择再调一点赭石，来一点淡墨，来个赭墨色，衬湿的时候。浓破淡，对吧？干破湿，就是来来回回这些东西嘛，无处不在啊，无处不在。无处不在。好了，我喝口水啊。不是我每次画它都气鼓鼓的，是张涵听每次画它都是气鼓鼓的。你看也没有过多的这种太多的笔墨，对吧？不需要太纠结啊。头上你也不要一根一根去撕了，没那个必要啊，很麻烦，是吧？好，我们缩小，画快一点啊，超时了一会儿。石头给它画出来啊，石头画出来。给我整超时了。刚才课前还吹牛呢，然后问一节课能画完吗？我一节课画2张，这会儿呢1个半小时过去了，才画了2只鸟。好，站起来，坐着画这个太大了啊，我站着画了啊，站着画就怕镜头又给我虚化回头，因为站着画手比较高，值比较低。把正纸整上。那么看一下这个石头从哪儿出来啊？从哪儿出来？从纸的下方1/3处那一块出来，对吧？哎，从那一块出来。我纸还得往上挪一点呢。先这样吧。可以先从这个外轮廓画啊，从外轮廓画。上次画的有点狂野了，这个石头，这次呢稍微的谨慎小心一点。干笔淡墨啊，干笔淡墨画出它的一个轮廓来啊。首先，干笔淡墨画出一个轮廓。稍微把结构的地方啊画一下。好，后面用笔放松啊，用笔一定要放松，好吧？
好，我们先把外形给它画出来吧。它这种画法的石头太小写意了啊！我画画其实站着画腰不疼啊，疼过了，现在不疼了。前2天特别疼，前2天腰特别疼，坐那儿都直不起来了，拉伤了。上礼拜，今天好多了，今天又恢复活力了，没发现我？前2天我都给我疼蔫了，都快。画写意的人一般都站着画，其实明白吧？你看一些老师啊，画画都站着画。网上不好多这个视频吗？一些画画人的视频啊，一些名家的视频，哪看到有站着画写意的人呢？没有啊。无论岁数多大，都是哪发现有坐着画的？无论岁数多大，都是站着画。说反了。差不多形状啊，差不多啊就可以了。我好像不是，可能是腰肌劳损了，但应该不是画画造成的。好像有一次是干啥呢？带孩子带的。瞅一眼啊，哎，差不多，大小也差不多。好了，下面呢，我们再来添加一些墨色啊，先把轮廓给它画出来啊，轮廓画出来了再添墨。这里边呢，它这石头画的呀，不好学啊，这个石头啊，我都不敢按照它的画，翻车的几率非常高。是吧？这样吧，先打个广告吧，一会儿翻车了，回头大家都跑了。在大家跑之前呢，打个小广告啊。要买课程的赶紧下手啊！给老伴呀，给孩子呀，给自己呀，都可以。看看下面是1/3呀，写的1/3处啊，写的1/3处嘛，你看底下就没了啊，底下就没了。你说了1/3嘛，可能还不到，可能超了1/3了啊，1/3以下了。这个都没关系，这个石头具体画成什么样都关系不大，好了，那么下面开始画这个，这儿还缺了个小眼儿啊，缺心眼儿。
哎，缺了一个。好，它石头画的有点过于复杂化了，笔墨太啰嗦啊。好，再来个碟子啊，全都是淡墨，全是淡墨啊，教大家如何摆笔触了，一种接近于一种当代水墨的一种画法啊。墨色淡一些啊，墨色淡一点，所以往里边多加点水。好，这个碟子呢是这个淡墨，对吧？哎，这个碟子呢，这边墨色稍微重一点，笔尖呢稍微蹭一点重墨啊，蹭一点点重墨，一点点啊。好，开始啊，我们从这个石头的这个结构的地方开始啊。亮的地方要留出来，明白吧？亮面的地方一定要留出来啊，要留出来。对吧？这旁边亮，看到没有？旁边亮。好，上面再往上去，笔尖再蹭一点点稍微重一点的墨色。哎，它这块石头呢，10分3面嘛，它为了表现这个石头这个面，那么这一块呢，它又加重了一点。正好让这个鸳鸯它能够站得住，否则站不住啊，否则站不住。先只画最重的地方，明白吧？只画重的地方。那么这边它是有点往里凹啊，往里边凹。你看当代水墨的一种画法，它就是这样，笔墨是这种流动的、流转的。有些地方哎做一些这种小的笔触，增加画面的丰富性啊，笔墨的一个丰富性，是吧？那么留白的地方一定要留住啊，要守住啊，千万要控制住自己，好吧？有的同学画画控制不住自己啊，就哪里都想抹两笔，有没有这样的同学？有没有这样的？好，你看这块，哎，这个石头非常温润，对不对？非常温润，对不对？刚才所以说啊，刚才是逗大家玩的啊，老师不会翻车啊。你刚才要走的同学就吃亏了，这一下就没看见。老师画石头可是一绝啊，画石头我是不会翻车的。你看这块的这个墨啊，非常漂亮，层次也丰富。好，继续啊，继续。底下这一块为了表现出这个层次感，你看啊，特别是这一块往外加厚度，明白吧？加一个厚度，墨色稍微重一点，
要这么凹陷下来的感觉，哎，看到没有？特别，它这个石头特别就是这种叫什么石啊？太湖石的这种感觉吗？好，所以该留白的地方一定要留白啊。整个的墨色啊，它是围绕着这些转折的地方啊，有这个动的地方，对吧？你看这个洞口旁边啊，你可以选择像老师这样啊，毛笔一顿往下一提啊，这种皴法。到这边也是笔尖蘸一点墨，只能用笔尖蘸墨，笔肚子要流水出来啊。要是湿的，保证是湿的。注意看，注意看。现在你先别动手啊，画不明白。不信明天交作业试试啊，肯定有画不明白的，不是那么好画啊。笔尖蘸墨，再说一遍，笔尖蘸墨啊，这个一定要有这种墨韵啊，以及笔墨的一种趣味性在里边，是非常高级的啊，非常高级的。这和你们之前学的那些完全不一样了啊，是两种，这个几乎是两种体系了。你们之前学的那些什么写山石啊，传统的这种，完全就不一样了啊！这偏这画着画着，慢慢可以画的特别当代了，特别时髦的这种画法啊，是吧？有没有识货的？所以有时候跟你们讲，碰不到识货的人，大家都是初学者。所以，比如说有一些他们画一些园林写生啊，有些玩当代笔墨的，我有一阵就比较痴迷于这种当代笔墨啊。本来想走，一听到会翻车就不走了，是吧？那翻不了了。非常成功啊！我这个石头，我感觉比他原画的那个石头都好看呢。说明张汉卿他画画，他也是非常动脑筋啊，总想也是在处处在寻求突破，你知道吧？突破自己，突破别人。这都不用上色了啊，这个石头就已经很漂亮了，很完美了。是不是？是不是啊？这个石头的笔墨啊，这种当代笔墨的趣味性非常强。如果教大家画，比如一些写生，最近很多去西双版纳写生的啊，我刷抖音还刷到我大学教过的一些学生啊，跟着一些什么团队啊，一些教师团队去写生啊，
那么如果是玩这种水墨，哎，这个时候画个版纳的这种热带植物啊，配一些石头，很漂亮的。这就是笔墨功底了，这就是笔墨功底，这不是说你随便拉个人过来啊，给你讲一讲，白话，按照传统的这种画不出这样的啊，画不出这样的。这就是你把传统的东西吸收完了之后啊，又吸收进一些当代的这种啊时代特征啊。我们讲艺术作品，每一件艺术作品啊具有时代特征。什么是时代的特征呢？时代特征就是当时代这个不同时代的一些审美倾向，对吧？审美潮流、审美倾向啊，就是这个意思。好了，就这样吧。这个石头啊，咱也不多画了啊，也不能玩的太过啊，不然画面不搭了。毕竟它还是一个较为传统的这种城市啊，所以咱们这个石头不能太跳脱啊。如果这个笔墨感太跳脱了啊，也不大好。尽量让画面统一和谐起来。远看好看是吧？近看也好看，我给你拉近点，看看里边笔墨啊，来欣赏欣赏什么叫笔墨趣味，对吧？那里边的啊，这种黑白的搭配处理，干湿浓淡的这种交替，知道吧？是吧？好，画荷叶了。哎呀，这个荷叶真有可能翻车。这个荷叶呢是不太好画呀，它这种方式呢，我是不大喜欢的。所以我画画我喜欢的东西是两种极端的东西啊，一个要么特别工细的啊，工细到极致的东西啊，要么就特别奔放的这种。像它这种特别夹在这个中间的这种感觉，我画起来就比较难受啊，我画起来就很难受。那不是好得意啊，这给大家炫耀一下嘛。所以当老师就是这样啊，技术得全面啊，技术呢全面，你的认知水平得在线啊，理论也得跟得上，对吧？那么它这种就采用了这种墨骨的方式了，完全就是墨骨的方式啊，两遍，第一遍底色，第二遍勾线，干了之后勾线，勾完线再从那个缝里边加深色啊，能看出来吧？这个其实是能看出来，它只是说要花时间啊，知道吧？只是说要把它画出来呀，得花时间。现在的马上9点了，我们1个小时看看能不能画完，好吧？哎，先按它来吧，试一试。我从来没这样画过啊，我真的从来没有按照这种方式画过。画墨骨我是按照这种方式画过了，明白吧？但是画这个写意我还真没这样画过，这太麻烦了。拽吗？不拽，已经很低调了啊，已经很克制自己了，没啥好拽的，就是一臭画画的，是吧？好，我们调这个颜色啊，钛青蓝
和藤黄，调出一种绿色，好吧？一开始呢，这个绿色浅一些，你看一开始调成底下这一片横着的这个荷叶的这个颜色啊，偏淡一点的绿，所以藤黄多一点，看到没有？藤黄多一点呢，它这个绿的颜色就出来了。如果太青蓝多或者是花青多啊，它就出不来啊，就是颜色就太深了，第二遍不便于我们画第二遍。总逗你们玩是吧？开玩笑嘛。今天腰也不疼，上一次上课腰疼的，上完课都站不起来了。今天好多了，上礼拜疼了疼了1礼拜啊，从周一开始疼，从周二开始疼的，上周二。好，那么我们从上面这一块啊，从这个有一点斜方向的这一块，这个荷叶开始画。颜色淡一点啊，一开始呢可以选择颜色干一点都可以啊，或者偏黄一点都可以。它这个呢就边缘呢它会偏赭石一些，对吧？都行啊，都没问题啊。我们开始了。首先你不要考虑太多啊，不用考虑太多，按照我们之前的方法来画就行了。那么它呢可能是一笔一笔这么摆啊，也有可能啊。那么我们是按照我们那种传统的方式啊。如果这个时候其实几乎就是一种平涂的感觉，为什么要平涂？如果像上面这样有那么明显的这种浓淡对比、轻重对比啊，到时候第二遍很难覆盖了，明白吧？所以要克制自己啊，克制一下。你也可以稍微，你看它有的地方上面可以稍微的留一点水线出来也行嘛。比如说这个这样画也可以，是吧？反正就画着玩呗，画成啥样就啥样吧。也比较有创意啊，也很有创意了。所以张汉卿他也是在找突破啊，找突破口。他从一些表现手法上啊，是吧？他也在，比如说工写结合，找这些怎么才能突破，做了各种的尝试。玩家藤黄呀，毛笔大一点啊，不要拘束了。边缘呢残破一点吗？这个主要是靠第二遍完成的啊，主要靠第二遍。第一遍呢，就只能是不要着急啊，告诉自己不要着急啊，要有耐心啊。其实我已经有点着急了。这个就跟咱们上一节课画的那个荷叶的画法不一样啊。上一节课呢是比较中规中矩的这种
画荷叶的这种方式啊与用笔。那么这节课有所不同。哎，先画出这么一片啊绿色啊，只能称之为绿色啊，不管是它是啥了。再来点黄，现在不像叶子啊，咱们回头把它改改。第二遍。那么下一次如果再画这个墨骨画啊，墨骨的这个荷花类的这个荷叶啊，我就是按照这种方式教大家画了。你看我主页里边那些发的那些视频，对吧？之前有画了一些团扇的，哎，团扇的这个墨骨的荷叶，基本上都是江寒汀的这种画法，是吧？所以能不能学啊？也能学。也能学啊。这个荷叶呢，稍微让它倾斜一点的，倾斜一些。所以有新来的同学给老师点点关注啊，加关注不迷路。如果先用明矾水勾叶脉再铺色，会是啥效果？那就是这个叶脉就很清晰啊，就跟之前画梅花鹿不是一样的吗？是不是？好，我们先这样画着啊，先这样画着。像这样的比较湿的话，底下呢拿起来的时候，底下擦一擦，否则会弄得到处都是啊。好，我们再来画这一片，这一片。这一片啊，这一片呢颜色重一些啊，它是正面的呢，就是偏这个花青色了，就是完全偏花青的一种颜色啊。那么老师画的这种方式呢，就是比较大胆的这种方式了。胆小的是怎么画的？先勾出来，先把叶脉都勾好了，再一笔一笔把颜色铺上去，干了之后再铺第二遍，对吧？胆小的一般都是这么画啊，所以你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啊。害怕你就按照刚才老师说的，先勾叶脉啊，先把这个荷叶的形状勾出来。那老师胆大的呢，就是这样啊，直接先涂上再说啊，随机应变的，画成啥样呢？根据画成的再来修改，对吧？再来主观的改动它，那其实需要更发挥我们的这种主观的能动性啊，更需要动脑筋，因为它的变数太多了啊，对吧？处处充满着变化啊，处处呢有不可控性啊，不可控的这种，可能是在出乎意料之外了，不是在你每一笔呢，不是在你的掌控之中啊，具有挑战性啊，所以说写意画，哎，我画高一点吧，你看看，说变化来了，太低了，这块荷叶太小啊。这也就是这种写意画啊，令人好多人喜欢写意画的一个原因。它的魅力在于哪呢？在于你不知道它会发生什么，一笔下去会出现什么效果。
你掌控不了它，对不对？你只能不断的提高你的这个掌控力啊，让你尽量能够掌握它50%、60%、70%、80%，然后又会锻炼你一部分的这种应变能力啊，处理这种突发状况的能力，所以比较刺激啊，比较刺激。真是这样，你要是长时间画水墨的人呢，他不愿意画工笔了；长时间画工笔的人，他不愿意画水墨。长时间画工笔的人，他是一种处处他都是提前，几乎啊都是提前呢做到什么？提前都把它给预计出来啊，估算出来，比较稳当。这是个背面的这个荷叶啊，就是这朵荷叶的一个背面，看到没有？就是这样。好，我们快速画完啊，快速画完，等到一会儿拿吹风机吹干，吹干了来第二遍，吹干之后来第二遍就可以了。重的地方加的花青啊，前面呢是比较淡的地方，就是偏绿，花青少一点的，或者是什么用太青蓝啊，用太青蓝。好，那么再来画里边的啊，画里边的。一开始啊也不要太重啊，即使是正面的那个也不要太重。荷花梗要画里边了，画哪里边呢？哦哦哦，是哈，哎呦，忽略了，画里边就画里边吧。好，背面的偏黄一些啊，背面的呢偏黄一点。再来点三绿，三绿不能少啊。三绿不能少。来点三绿啊，这个杆呢，就是用这个绿色，用绿色。那个杆等会儿先画花啊，先把这块的花给画了啊。这块的花我们先给它画出来。这个花
看看，选一支大毛笔。你看这个花，它每一个花瓣你都看不清楚，对不对？它就是一种这种墨骨的啊，全都是融到一块的这种感觉，对吧？它要有里边还得有白吗？我看看啊，哎，加不加白都行啊，加点白吧，加点白，然后呢再加白啊，再来调曙红和朱砂、胭脂这3个颜色。啊，碟子大就是好用啊，调色能调得开，画写意画就得用这样的大碟子。我以前有个老师画写意画的，大学有个老师啊，我经常在他画室玩，有时候中午就在他那儿吃饭了，在他画室，让我去食堂，就炒几个菜，然后端回来，啊，有时候会打电话订啊，在食堂，啊，有了用那个大盘子，这食堂那个餐厅啊，除了这种学生平常吃饭的这种就打饭的这种啊，它还有餐厅楼上，那盘那么大，这么大个盘子，大圆盘，哎，吃完老师看上这个盘子了，不还给人家了，后来人家因为他总在这订啊，所以都认识他啊，几乎结账都1个月一结，跟他，那1个月到月底结账的时候，跟人说这个盘子不给了，然后呢就给人钱买下来了，这么大盘子啊，调色那调的可爽了。我的白色又找不到了呢，啊，在这儿呢。这会儿看来大家都在画画，异常的安静了。来调白色啊，白色不要调太浓，听到没有？白色调浓了治笔啊，要记住，浓了之后画不动。再来调曙红、朱砂、笔尖儿，来点胭脂。哎呀，错了就错了，没有什么对与错啊，就说了嘛，随机应变嘛。你现在看到的这幅画它是这样的啊，它有可能它之前画了一张是另外一样的。这其实都是菜盘的，不都是一样的吗？不都是陶瓷吗？不重要啊，好用，大一点好用，调色能调开。胭脂，再来点胭脂啊。你说这个颜色啊，这个颜色要把它调开，对吧？先把它调开了之后，你再去蘸色。基本上就是一个朱砂啊，朱砂和胭脂和曙红的这个颜色啊，曙红少一点，然后笔尖呢，哎，这个地方重的地方再来一点朱砂，那个胭脂调进去，对吧？那调出这么个颜色之后，这支笔底下先是太白，我们先是调的太白呀，不要太浓啊，不要太浓。哎，笔尖取色，是吧？就取哪一块呢？取这一块。笔尖再取一点刚才调的胭脂，取色啊，就这样取。再来画这个花啊，从里边内圈开始画，
别画大了啊！今天我换了一支小毛笔了啊，你看内圈。包裹起来啊，包裹起来，是吧？哎，然后这边从外圈了，外面的这个大花瓣，好，重新再来，毛笔涮一涮啊，重新再调色。那么里边你先可以用这个白色，哎，补一下。好，再来把毛笔压扁啊，取色。最好是一笔能形成这个颜色，形成这个形状，看到没有？哎，再来补个边儿，有点太靠外边了，是吧？所以说要随机应变嘛。好，再来画外侧的啊，画外侧的。这个荷叶画大了，往里边缩一缩就好了啊。同样先蘸这个白色啊，蘸白色，然后呢调这个曙红啊，蘸这个曙红。那么到后边啊，颜色逐渐的可以稍微浅一点了，稍微浅一些了。哎，看看这个花瓣啊，这个花瓣的形状基本上是这样出来的啊。等干了之后呢，往里边把莲蓬一点啊，莲蓬一点，就可以了。好，这里边这个就更好画了嘛，这里边是藏在里边啊，藏在里边的，它没有形状要求啊，随意，怎么高兴怎么来了，这里边啊。所以画画最好的一种状态是什么？有一部分是临摹的，哎，有一部分是自己的，明白吧？自己动脑筋啊，自己动脑筋得来的，进步会快一些。不要一味的去，特别画写意画啊，你不要一味的去模仿了，因为写意画很难模仿，说实话，对吧？你模仿它干嘛呀？那么画工笔画、画墨骨画不一样啊，模仿的越细，学的越多，明白吧？那个是模仿的越细，学的越多。这个是需要自己动脑子啊，因为首先咱无法跟他模仿的一模一样，对不对？所以两种画法呀，都是相反的一种状态啊，相反的一种状态。你看这个，因为有这个荷杆这挡着啊，也不敢使劲的摁它。哎，你看看，
那么这个颜色笔拿起来之后，颜色还在里边走动，看到没有？还在游动，就是像这种状态。好，可以了，颜色洗掉。一会儿吹风机吹一下啊，等它干是等不了了。我闭麦了，闭麦我吹风机吹啊，吹完之后我们把荷花、荷叶都吹干，然后把荷叶再画一画。底下没画的荷叶了吧？都画了吧？丑艳，哎呦，好像有没画的，先吹干吧，不管了。往上面那一朵可以回头再画也行啊，不着急啊。闭麦了啊！我知道石头洞里有一个小花骨朵。好了，哎呦，9:20了，抓紧时间啊！就说这个很墨迹啊，这个画法呢比较耽误时间，比较耽误时间。而且它这个纸，我看着，你说看石头吧，又像是生宣啊；看这个荷叶，感觉又特别像这种半生熟的纸。
好，我们从底下这块开始啊，拿它开刀做实验了啊，从这开始好吧，先勾啊，那它只能是先勾了，现在啊，小毛笔拿出来，勾一个这个比较深的这种墨绿色啊，墨绿色，知道吧？不要勾墨啊，不要用纯墨，用墨绿色，能听懂哈？会不会过程中一半生一半熟？也有，那有点太麻烦吧？这么有耐心吗？这么不惧艰险呢？勾一下啊，这个就自己可以勾一下嘛。所以你可以选择一开始就勾，也可以选择现在就勾啊。现在是有形状了，我一般喜欢有形状了之后再勾。对啊，如果没有一个形状摆在这儿，你勾的话，你就考验你的造型能力啊。墨绿色怎么调啊？墨绿色呢，就是花青调这个藤黄，调出一个绿色，然后再调一点淡墨进去啊，不就是墨绿色了吗？对吧？你先调出绿来啊，先请墨绿色嘛，一个是墨，一个是绿嘛。哎，要注意啊，上面的呢会越来越窄啊，会越来越窄呀。近大远小，看到没有？近大远小啊。所以你看看上面呢比较窄一些，比较窄啊。你有没有同学认真的观察过这个荷叶的这个叶脉，它是怎么长的？估计没有。等回头夏天到的时候去观察一下啊，好吧？原画哪有白色的叶茎呢？都是带有颜色的。所以我为什么有时候要带大家画一些墨骨画，一些比较细一点的画？你看运寿屏的墨骨画，你就能看，你就能懂得这个叶脉是怎么，这个荷花的叶脉是怎么生长的啊。所以很重要。好，先把上面咱们留了一部分，对吧？先把上面这部分呢画出来。就咱们现在画画就容易落入到一种什么这个圈里边。小时候老荷花差点淹死，给我调皮呢还啊，就容易完全掉入临摹的这个系统里边，你知道吧？只画画，不看东西，是不是？你忘了这些东西是从生活当中来的了，忘了诗造画了，光识别人。
这就是快节奏的这种生活啊所带来的，也不是大家不想，有时候啊没有时间，对吧？所以如果有机会啊，比如在外面玩的时候啊，游玩的同时啊，注意留心观察一下身边的这种花花草草，做一个有心人。这个真的是很，为什么学校里边啊，为什么每学期学艺术的啊，都会组织出去写生呢？这写生课很必要啊。你只有写生的时候，你是完全是依靠自己。写生的时候是在运用知识，对不对？平时是在学习知识，写生的时候就是靠自己啊。你面对这些景物的时候，你是在运用知识，运用你学过的内容啊，怎么能够组织好一个画面，加上自己的感受，把自己的感受融入进去，那么是做到了，这个叫什么2合1，对不对？石涛不说吗？山川与我神育而计划。你遇到一块之后，两者啊，你的感情啊与这个山川是合二为一的一种状态啊。画出来的画是没有痕迹的啊，没有做作的痕迹的，对不对？山川与我神育而计划。所以说写生的一些重要性啊，一定要知道，就像实习一样。这个跟实习还不大一样啊。虽然都是运用知识，但是这个是要有主观的这种创造性的啊，要调动主观创造性，是一种综合的这种考验啊，综合能力的一种考验。哎，勾完了啊，上面还有。好了，那么这一片荷叶，它的这个荷杆，你看看在这儿，对吧？那花心，那荷叶的中间部分基本上在这一块啊，在这一块，就大概是，那么这个曲线大概是这样啊，大概从这儿这么弯过来是这样啊，对吧？所以要特别注意。这边过来，底下的，然后这边是到这儿2根啊，这边还有个背面的没画，一会儿把这个背面的呢荷叶给画上。
背面其实画这个背面画不画无所谓了啊，画不画无所谓了，这个空啊有点小，画上也行啊，就是一个藤黄啊，藤黄多一点啊，偏黄一点嘛，偏黄一点的这个淡淡的一个绿色。哎，现在深啊，干了之后能浅点儿。好，那么基本上勾的地方呢是勾完了啊，勾的部分呢基本上勾完了啊，勾完了。这样的比较小的莲蓬啊，小的这个荷叶啊，稍微勾一下，哎，稍微带两笔啊。底下还有吗？底下没了呗？啊，这边还有个重墨的啊。刚才大家说的是这块是吗？没瞅见，这一块加上啊，衬托一下。好，可以了。那么现在我们来染，再来第二遍，从这儿开始，第二遍重的地方花青多一些啊，花青多一点，就快大功告成了啊！再坚持坚持，这怎么画着画着又画成工笔画了呢？以后不挑这样的案例了。画着画着又像在画墨骨。这是那天那个有位同学啊，那位同学在不在？有位同学在那个抖音的粉丝群里边发了几张这个画，问老师能不能带着临摹一下。我说这尺寸太大了，同学们说特别想画，哎，然后我就找吧，画吧，稍微干一点啊，稍微干一点。要留出这个水线来，花青，哎，这个花青的感觉呢多一点啊。然后再来留这个水线啊，再来留水线。那么这个水线呢，它不至于是白色，对吧？不至于是白色，它底下就有颜色了。哎，所以这个一定要留好啊。边上了啊，颜色可以浅一点了。笔尖呢蓄点水啊，轻轻的点一下，对吧？轻轻的点一点。一会儿再处理这里边细节啊。我们先把整体，给它画完。
画一半的地方啊，基本上就只画到这一半的地方。注意了，然后笔尖开始蓄水，蓄水啊，颜色要淡一点啦。哎，给它统一一下。通过这种点的方式啊，画完还得再吹一遍呢。像这样的方法其实很伤纸，对吧？那纸得湿2回，吹干2回。同样啊，这个也画少一点，可以了。笔尖再蓄水啊，颜色淡一点，过渡一下就可以了。有的你看它边缘呢，有的地方再加一点黄，对吧？加一点黄。或者再加一点淡淡的赭石，比较淡一点的赭石啊，或者土黄也行啊，那个土黄啊就可以。哎，淡赭石加在这些边上，就会有这种残破感啊，有残破感，看到没有？横向的这种点啊，可以选择横向的这样的点。你看又主动发挥了，你看又开始连临摹带创造了，是吧？因为它残破的时候，它就会呈现出这样的一种状态啊。你去看残荷的时候啊，就能看到。就是这种感觉啊。来，继续。好，画一半，然后旁边淡一点啊，接一点淡淡的黄色。这边就不要接赭石了，要与这个底下这个稍微区分一下颜色。是吧？好，接着把上面这一个啊，上面这个颜色更重一些啊，这个花青啊更多一些，就纯的花青就行了，你就不要调什么黄，可以来一点点，少一点。包括这个谁画画，这个所以我说每个时代都有时代特征啊，这句话一点没毛病，对吧？你想想张大千画的荷花，他好多荷花他也是这种方式，对不对？只不过他有的时候是先用墨画，画完之后用花青再走一遍颜色啊。他画的写意画也是这种方式画这个荷叶，所以是具有时代特征的。
有时代印记，明白吧？张大千的荷花是不是？我画到这儿我就想起张大千了啊。这个燕麦这块啊，回头勾重一点，勾浅了，重新勾一下一会儿。好，那么底下这个可画可不画了啊，底下这个感觉颜色浅了一点，可以稍微按照这种方式稍微画一下也行啊。我们先画下面的啊，先画下面这个。这个绿呢就偏绿一些了，就不要用那么多的花青啊，以绿为主。哪怕还是底下这个颜色也行啊，主要是为了什么？为了有2层就可以，它只要有2层，它这个层次感就能出来，所以需要画2遍啊，只要2遍即可。所以颜色上稍微比这个重一点点就可以了。好，因为是生宣，所以干了之后啊，这些痕迹不会特别的明显，不要害怕啊。另外一个，咱们颜色还比较浅，所以你可以大胆的通过这种方式啊，让它自然的过渡一下也可以。4条屏课程就在咱们的购物车1号链接啊，购物车1号链接，老师所有的直播课程都在那儿，无论是4条屏的墨谷呢，还是4条屏的这个写意画，还是那个动物画啊，画的梅花鹿啊、金钱豹啊、老虎啊，这些全都在里边啊，全在里边。一共120节课啊，不止了，现在已经不止，也一共可能，因为之前说了送大家了一节，这是什么人物课吧，算是，那课只会多不会少啊，根据最后的一个情况，最后的一个进度，而且咱们课程也不是特别着急啊，咱也不是天天上。给大家时间，让大家消化。还有老师的亲自点评啊，天天给大家点作业，点到半夜，3更半夜啊，吃着小零食。有没有同学经常有时候点评的时候，点着点着突然打嗝了？正在一边吃东西一边点。夜晚多么快乐！蓝云老师的快乐生活。有没有同学
听到过老师打嗝的声音。昨晚是没到1点吧？前一天晚上好像是到了1点多。哎，哪一天晚上好像时间比较久？2群的作业基本上让我给消灭了啊，然后今天又新增了一些，我看了啊，然后1群的作业呢还积攒的有点多了啊，这2天主要在是1群，3群的作业我看还能再积攒一下，所以大家不要着急，作业我肯定会给你点。3群的目前有没有40张作业了？之前2群作业积攒的特别多，然后前2天一口气给它消灭掉了。作业如老虎啊！这写一画，这个写一画一画，这个作业更多了，是不是？接下来，到这下面啊，到纸的边缘出去，让它出去。背面呢处理的虚化一点，不要处理的太实。还有什么？还有吗？这一块是吗？还没动笔，赶紧的呀！人家都已经进步了啊，所以有些同学啊，与其站在窗户外边啊，不如走到教室里边来。你在旁听，哎，不如呢到教室里边来，对吧？门槛又不高，还能得到老师的亲自点评啊，结一段缘分，多好！回头等我出名了，你就高攀不起了啊！今天群里还有个同学让我不要抛弃大家，你以后发达了。煽什么情？没煽情，别瞎说啊！好，来把这几个杆给它画了啊！快了，快了，看到曙光了。要1.3绿啊，要1.3绿。你明年再画，你怎么搞的嘛？不是23年不才1月份吗？现在你跟我说明年再画，24年再画吗？这不才2月份吗？刚开始你告诉我明年再画。小孩小是吧？同病相怜呢。行，那回头可以，回头给你开个小灶吧。看在咱俩都有孩子的份上啊，可以可以，没事啊。
颜色上这几个盒杆稍微做一点区分就可以了。藤黄呢？用完了吗？那小孩太小了，那明年你还画不了。哎呦，真的，明年都画不了。住地下室干嘛呀？你看它这个盒杆的组织啊，你看3个一组，哎，这种交叉，然后旁边单拎一个出来，那么通常就是咱们的这种奇数组合法啊，奇数的组合法。好，这块还有荷叶，还有荷花啊，我再画一下。后面这一块呢稍微深一些啊，颜色稍微深一点点，所以颜色的搭配基本上就是深浅深浅互相搭配。你就先这么画着吧，干了之后再来处理它啊。然后这边还有一朵红花，还有朵小花骨朵。哎，小花骨朵。上面还有小花骨朵是吧？这里边这个呢，颜色可以稍微重一点的，头上。好了，底下的把里边的莲蓬啊，里边莲蓬我们先给它画一下。里边这个莲蓬呢，就用这个绿色啊，绿色。稍微偏深一点的绿色啊，偏花青一点的绿色，点的圆一点啊，点的圆一点。有大有小。
这个荷杆注意啊。稍微贴着一点这个花，我们稍微改动一下这个姿势啊，改动一下这个姿势，然后从这儿穿过来，哎，正好穿到底下了，正好接住了。好，好，那么这还有一个小蜻蜓，哎，还有一个小蜻蜓啊，是吧？我们把小蜻蜓画一画啊，小蜻蜓，它是趴在这个荷花上面的啊，我们稍微给它画高一点吧，我们就不让它趴荷花上了啊。趴荷花上离着鸳鸯有点远，因为咱们这个尺寸呢有一点长，对不对？哎，尺寸有一点长，我画在这个位置也挺好看的啊，也挺好看的，没必要趴在上面，好不好？来，其实现在孩子4个月大，其实还是有时间画啊，再大一点是真没时间，因为目前现在这个孩子睡觉睡的比较多，这个年龄段。调个3绿啊，三绿色画眼睛，稍微放大一点啊，放大一点啊，可以用那个什么啊，不光是2种方式都能支付啊，应该是稍微高一点了，我稍微高一点了啊，放大一点。那么这个大小的话啊，放个颜料管啊，放旁边，自己做个对比，好吧？稍微高一点。蜻蜓的眼睛啊，3绿色，也有红蜻蜓，对吧？也就有这样的蜻蜓，这是真正的蜻蜓啊，青色的。然后眼睛啊，像蜘蛛侠一样，不是像那个像苍蝇一样，它是对着这么长啊。好像好，中间整点花青啊，嘴巴，身体部分也可以用这个目前用的这个颜色啊，这个花青跟刚才用的3绿啊调和到一块儿去，颜色呢就大差不差就可以了啊。那么它的身体前半段呢是比较宽一些啊，比较宽一些。还比较大一点，对吧？到后半段的呢，就比较窄了，而且它是一分两半啊，一分两半。
这种状态，整个的身体是这种状态。好，再来画翅膀。它这个翅膀用的颜色偏紫一点，你可以用画巾调一点这个曙红啊，也让它偏紫一点。来，画巾调曙红这个颜色，有一点点注意了一些这种变化，对吧？好，那么这个用笔要有这种特别薄的这种感觉啊，翅膀在这一块啊，用笔摁下去，对吧？走，有通透感。比较轻一点的感觉啊。再把这个腿4个腿，前面4个，后面2。一般的这种昆虫都是6个。那么这些翅膀上的这个纹路啊，不要画的太详细啊，不要太详细了，太详细它就不轻盈了。稍微勾一勾也行啊。稍微勾勒一下。好，我再看看啊，缩小了看看啊。哎，小蜻蜓啊，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个荷花呀、莲蓬啊这块再画一画啊，莲蓬没画完，对吧？来把小莲蓬画一画。小莲蓬现在可以怎么样？可以选取，其实可以采用啊，现在用这调出一个淡淡的黄色，或者是3绿的这个颜色啊，调一点3绿的颜色，淡淡的啊，黄和3绿的一个颜色。整体照一遍，我就有莲蓬的这个感觉了，对吧？有莲蓬的感觉了啊，是不是？干了把花蕊一点了。那么我们再把这些地方给它画一画吧，刚才没画完的地方啊，咱们一丝不苟的给它完成。
比如哪没画完呢？刚才有这个荷叶还没画呢，包括这个也没勾，对不对？剩下的内容还不少。有大意了。这里边原画呢，这里边就是空的了，对吧？你要不想让它空的呀，里边啊，来一点花青，补两笔，哎，它就包裹住了，对不对？就包裹住了。等它干一点，我们再点画蕊啊。好了，底下把这个杆儿一画啊，把杆儿一画，把草一加，齐活了，齐活了。小蕊一点啊。好，上面还有一段啊，活动活动，可以活动活动啊。怎么了？怎么了？小写意有墨骨之感，我不跟你说了吗？这些画小写意的都是会画墨骨的，你知道吧？他们都是墨骨的这种方式在画小写意。那么我教你这种方式，那肯定就是带有墨骨的感觉啊。如果我是教你画那个无昌硕的，绝对不会有这样的痕迹啊，不对，绝对不会有这样的。你们在说什么呢？我扒拉扒拉啊，聊啥呢？石头我觉得可以不用染了。嗨，课啊，你愿意买买，不愿意买拉倒吧。我吹一下，我吹一下。反正就是这个课程啊，这是其实我这个打广告都打的都快吐了，都不愿意打，不愿意多说啊。就是你比如说正常的啊，如果说是有同学老想买我的画，对吧？你看你买一张画，买完之后咱们这个交易结束啊，我就不会再管你任何事情，对不对？咱俩这个就可能后续不会有什么交集。但是你如果买课程的话是不一样的啊，我会
我起码会在这个服务期之内为你服务啊，为你服务完成，对不对？有很多的交集，只要你平时给我交作业呀，或者是有什么问题问我，我都会给你做一些回答，对不对？我觉得非常的划算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明白啊。卡了吗？还卡呀？不会吧？为什么呢？是不是有人抢我的网速了？让我媳妇儿不要看啊，她是不是在看手机抢我网速了？告诉她不要看，不要看，每回偷看。稍微把这个吹一下，不然画这个草啊会阴了一大片啊。我把这吹一下，好吧？关一下麦。好了好了，回来了啊。那他这个是用花青啊，直接用花青来画的啊。小草底下的小草有比较颜色比较浅一点、比较淡一些的啊，也有呢颜色比较重一点的，就是要拉开这种层次变化，是吧？画环保，画发群里啊。好了，可以了，欧了。再来看看哪里没画到位的地方。哎，比如这一块没画到位啊，来勾一下，稍微勾一勾。那么这片荷叶呢，其实应该还再染一下啊。算了算了，再染一下吧，咱也不偷这点懒了。哎呦，这个荷花，希望等会儿能干啊。你就用这个花青色染一染就可以了。
和边缘呢，就用这种点的方式，加一点水就行了啊，稍微加一点水，然后呢，稍微的点嘟它几下。之前不学了点读法吗？啊，那个王学涛的点读法，知识点都给大家安排过啊。其实，就之前你们那个什么技法课，那些知识点，是我2个小时写出来的，好像是4点钟写到下班，6点钟，其实还没用到那么长时间啊。你们那么多课的知识点，知道吧？每一点都是我写的。把这个点，这个莲蓬里边呀，它这个也稍微点一下啊。莲蓬大家都吃过吧？这个应该没，别说没见过啊，别告诉我没见过。它这个莲蓬籽上面不是有一个小疙瘩吗？稍微点一下，对不对？真的假的？没见过。四川应该很多莲蓬啊。行了行了，没事啊，不要因为这个课程的事，我弹幕没怎么看，但是感觉好像是怎么回事啊？闹什么情绪了吗？又自愿，纯属自愿，好吧，咱都是自愿行为。好了，完美啊，完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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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看比较满意吧这张画。收拾一下，落个款，写个啥？明天情人节，祝大家情人节快乐。放大看一下啊，是不是很漂亮很漂亮啊？我也是头一回用这种方法画荷叶呀。其实再点一点那个浮萍，哎，可能更好看一些。好了，写个不什么不做鸳不做，哎，愿做鸳鸯不做，愿做鸳鸯不慕仙是吧？不羡仙，差点说错了。
作鸳鸯不木线。没有合适的写字的毛笔。不羡鸳鸯不羡仙，到底是啥呀？只羡鸳鸯不羡仙，我怎么感觉是愿做鸳鸯不羡仙呢？写愿做鸳鸯不羡仙啊。做鸳鸯，愿做鸳鸯不木仙。这不也写了岁吗？岁就是年岁的意思嘛，哪一年嘛？那个《兰亭序》背过没有？岁在什么什么是吧？这是一种纪年方式嘛。你第一次看我签名吗？好，盖章，落款盖章，一套程序。对，岁在癸丑，咱们是岁在癸卯，岁在癸丑。有时候这个也可以不写岁在什么什么，可以写时在什么什么，就时间的时也可以啊。一般岁呢是和岁次什么什么连一块儿，也可以写岁在啊。盖章稍微我盖边上一点吧，再往下盖就盖到蜻蜓这儿来了啊。盖旁边。好，有压脚章的话，可以盖个压脚章啊，就是压在底下，压在这个，压的可以在这边盖一个，这边盖一个，这上面盖一个闲章啊。
你要眼染了呀，没看到吗？哎，都染了呀。啊，这个白色可以染一下，但是我的水已经脏了啊，染不了了。这个肚子的白色要染一下，好吧？肚子的白色最好染一下啊。还有眼睛旁边那一块淡淡的染一点，好吧？好，那咱们今天这节课呢，咱们就到这儿了啊，拜拜拜拜，晚安。